如果我说 Z 的第1到24集并不是墨的预知梦，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 Z 第2章开幕的心得体会。本期我们将围绕开头抛出的问题，对第25到26集的剧情进行重新梳理。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得先达成一个共识，以下推论都建立在第1集万金墨撞车前的情节已在狭义上的现实中发生，以及所谓的一周目并不是墨的预知梦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事不宜迟，请与我们一同进入2度情吧。随着梦中的 No.7 被 No.3 枪决，墨再度从他被车撞后的第2天醒了过来。按理来说，短时间内墨理应还处于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状态，然而本应存在于梦境的物品却跑到了现实里头，这也让墨产生了想要跑回家确认的冲动。而在他冲出病房后，创造者们也透过惩罚之口道出了二周目现实的另一个违和点：昨天出了车祸，今天居然能跑能跳。虽然这都能用墨拥有超人体质，他是噩梦之子，他是主角一笔带过，但在一档明确区分了梦与现实界限的节目中出现了这种不符合常理的展开，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去怀疑这究竟是不是现实？除此之外，我想再聊聊该场景内出现的又一个违和点，即富坚铁也的发型。相较于第1到3集时期，二周目铁也的发型反而是和一周目后期差不多的。按理来说，如果节目组很抠细节，是不可能注意不到铁野的头发长度跟节目初期完全不一样的。尤其负责第2章开幕的还是主监督上坤内，这种破绽更不应出现。可若这不是现实，那么这个破绽或许就是上坤内刻意暴露给观众的了。再结合我们上期对第2章开幕是以墨的新一轮噩梦为起点去展开的这个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二周目铁野的形象是基于墨对铁野近期的印象而构建？换言之，二周目铁野并不是铁野本人，而是存活于墨这轮噩梦之中的 NPC。 以防有观众霎时间没能理解我在说什么，这里还是有必要把话说的再明白点。所谓的 NPC 是梦主某种潜意识的心理投射，他们是梦主某种情感的载体，也是梦主记忆的投影。而我相信拿观众最为熟悉的现实中的怪事科成员南于成华，以及存活于宫本红霸噩梦之中的高中生成华来举例，是最具说服力的了。红霸认知中的成华就不可能听自己劝，亦或者说红霸潜意识中也渴望与成华再次合力作战，于是 NPC 成华才会与梦主红霸一同面对梦魇。但无论怎样，这个 NPC 都不会做出与梦主认知不符的事情，更不会说出连梦主都不知道的情报。我也想借此机会再带大家温习一遍招品屋在第1期视频就曾分享过的在子节目组内部设立的梦境构筑准则，其大致内容为：1. 这是谁的梦境？2. 他为何会做这样的梦？3. 透过他的视点要如何呈现其梦境？4. 梦中谁拥有自主意识，谁又是 NPC？ 而刚刚聊到的内容便直接指向了第1点和第4点。基于上述准则，我想向屏幕前各位再抛出一个问题：在墨的这场梦境之中，谁是拥有自主意识的？大家不妨带着自己的想法，随我们一同梳理剧情，相信这样更有助于你理解所谓的二周目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快进到墨回家路上看着月亮那段情节，各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太大了。对，我这辈子就没在天上见过这么大的月亮。对的，当然不排除节目组是为了让观众看清楚，才特地把镜头给放大了的这种可能性。对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诡异的地方吗？就是他看着那个月亮来了一句阿列嘎茨基，我不知道中文翻译能不能传达出这种感觉 ，you know？ 他这辈子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月亮。对，然后他感叹了一句：“那个是月亮吗？”他的常识跟我们的常识出现了一个错位啊，或者他很久没有见过真正的月亮，才会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也解释得通啊。我来给你一个情景解释啊，我做了20年的牢，哇，这就是外面新鲜的空气嘛。对，套路剧中来说，自从墨成为梦境特工以后，他的夜生活基本只能在梦中进行。另随着剧情推进，他甚至越睡越早，在长达半年没见过真正的月亮，只能天天对着一轮残缺学业的情况下，会产生这种常识错位也正常吧。确实，且该说不说，我们都已经预设这是墨的梦境了，在他梦中出现的那对 NPC 母子的认知也不会超过梦主才对。换句话说，墨理应是知道真正的月亮是长什么样的，会感叹一句那个是月亮吗？可能还是和他太久没见到真正的月亮有关。而若再换个角度，天上的月亮也完全可以是墨用来判断自己身处梦境还是现实的依据，但如今的状况也让他难以分辨梦境与现实，这才会感叹了一句那个是月亮吧。转过来你就懂是吧？那就不知道了。下一段墨与 Zero 对峙的情节，我想探讨的点有2个。
一 Zero 问了莫一句：“你听不懂英语吗？”他应该是听不懂的。听不懂思密达。在真正的现实里，他肯定是听不懂的。但如果这时候他是听懂了的话，我知道，他只是没回答这个问题。对，莫究竟听不听得懂英语，我们根本不知道，也就无从判断他身处梦境还是现实了。还是让你猜测。而且我现在回想起来，第23集后半，他在我们过往认知的现实中变身以前，也说了一句流利的英语。作为对比，他在类似状况的第3集后半变身以前说的英语却相当蹩脚。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怀疑他在第23集打倒诺克斯并且睡着了过后就没再醒过来了呢？对对对。非要说起来，通过破坏梦境世界或者说实现噩梦的方式回到现实，本就是莫的一厢情愿。且他睡醒后身上还出现了其梦境形象的一个特征，那说呆毛啊。对，而且这一点在最新的复印轨中是有着重提到的。着重提了吗？有，而且专门提了莫的呆毛有3种不同的大小。3种吗？这么吓人？是金莲是会在妆造上下伏笔的。你这么一说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他穿了那件衣服之后，肌肉就突然爆出来了。可能那套衣服本来就有垫肩吧，这套不好判断。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现阶段也已经不好通过呆毛去判断了。是，这个是，只能说节目组为了模糊梦境与现实的界限，从莫的妆造上入手是对的，但莫在现实中说英语这点我很难评。对。2. 基于第1到24集释出的情报，特工们只有在梦境里，亦或者梦魇跑到了现实过后才能拟装或变身。然而莫这次却在 Jet Room 里变身了。当然有可能，因为 Jet Room 是梦和现实的交界哈。对，就你非要说他能在这个模糊了界限的区域进行变身，我也可以接受。是啊，但很奇怪的地方是他使用了梦的能力，把锁链变出来了。对啊，那他使用明星梦能力的大前提是什么？得在梦里啊。当然，屏幕前各位非要说他就是能在Jet Room里用明星梦的能力，我也没法反驳你，好吧？借着机会，我也想问大家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假如说这一轮噩梦的梦主是万金墨，那么他的心灵之门到底在哪里？他不自己给自己锁上吗？要不呢，就是摩托车的那个窗。对，因为 OP1 印象有拍过这个画面，可既然 OP2 印象都这么拍了，我只能选他自己锁上的这个位置了哈。就是啊。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在上期以单凭第25集的预告猜了出来。对。而让我有点无语的是，时至今日，仍有部分观众在我的评论区发莫在这里上了锁，是不想让蝌蚪的人再进来。那我想问一句，莫给这个区域上锁和锁链背后是他的心灵之门，这两者冲突吗？没问题啊。有时候看问题真的不能只看表面。确实。莫和美娜的对手戏跳过，我们直接快进到莫入梦之后的情节。关于这段，我想探讨的点有3个。1. 炸弹梦魇出现的方式。在第2集，炸弹梦魇是炸了台警车后才引起了莫和林梦的注意，因此这次透过预知梦提前知道了其方位的莫，直接变好身，在炸弹梦魇爆破警车前先给他拽了出来。情报默契。但我想说，第25集呈现出来的效果是炸弹梦魇凭空出现在了警车内，那这里面扯皮的空间就有了哦。凭空出现可以是梦魇潜入他的梦境或者移动的方式，也可以是莫需要在这台警车内看到炸弹梦魇，炸弹梦魇才凭空出现在了警车内。对，因果关系不一样啊。后面他看到了梦蝴蝶飞走，同理，他是说完哑巴里，然后转头确认有没有蝴蝶飞走，蝴蝶这才出现了的。不能完全的瞎猜，我们要有推理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推吗？推几天了？你们先不信这个是现实，然后觉得预知梦不合理，再找证据，过于先射箭再画靶了。我觉得你会产生这种疑问呢，可能也是把制片人在官网和复印轨聊的东西当成设定来看了，包括屏幕前各位，我相信也多多少少被这群创作者们给带偏了，所以我才想着说有必要专门出一期视频给大家捋清楚这点。制作人在官网强调了好多遍莫得预知梦这几个字眼，就强调的这个份上多少有点欲盖弥彰。对，以上是莫的预知梦这句话是以莫的视角出发去写的，不能直接当成设定来看吧。主要是我在说这是个预知梦之后接了一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要做的事情就很明确了。莫他自己都不确定的，是啊，兄弟们。对啊，要知道莫最早也以为蝌蚪是由他的梦所衍生出来的组织，做任务时还错判过梦主，包括诺克斯也提醒过他得将现实与梦境的情报结合起来分析。但现在是怎样？他以为那是预知梦，但他压根就还没醒，他的情报全是在梦中得来的，那他分析出来的东西可信度还剩多少呢？且作为有亲自听完最新复印轨的 TTFC 会员之一，我也能给各位再分析一下，节目组已在第25集结尾透过莫之口道出了预知梦这个概念，
如果制片人在副音轨避而不谈，不是更为奇怪吗？在听他们聊了什么之前，我们更应该先想想他们是基于什么立场去聊这些东西吧。对，说白了，他们如果真的在副音轨里实锤了，这就是预知梦，不成剧透了吗？对。有时候看问题真的不能只看表面。这群制作人是真的会骗你的。不是官网可以骗人，剧里的什么都能骗人，那我们应该信什么？不是，我们都已经在猜了，你居然问我们要信什么？那总得有依据吧？有的兄弟，有的。但在解释以前，由我先打个岔。招品屋每周都会直播复盘，当周热播特色剧。如果各位追完番后仍想听下我们的独到解析，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收看我们每周日晚8点半前后的直播。对，最近需要准备的内容是越来越多了，甚至还有工作日加播的情况，8点半播反而稳妥一点。另按照惯例，淘一波这边反馈支持，数据 OK 的话 ，OP2 解读的免费版本也会尽早更新。行，我为什么会这么笃定默做的不是预知梦？包括那位嘉宾为何会产生这种质疑，只因我前面刻意跳过了某段情节的解读，具体原因等最后再解释。这里我想先问一下麦上以及屏幕前各位，你们认为默在第25集开头睡醒的节点是早上、中午还是下午？我的 morning 的人肯定是早上。是，但我们在研讨过程中向观众发起这个提问时，得到的回答却大多是下午哦。说下午那是因为下一幕还是2幕就有月亮出现。对，基于后续的情节来判断，默是在下午醒的也正常。但是剧里明明就给出了一个铁证，注意我说的是铁证而不是旁证，来证明默是早上醒的，而这个证据就在那台生命体征监视器上。你看24上面有一个很小的时间那个是 NIBT 的记录时间。那间隔多久记录一次呢？这个可以设的。我这边查到了，白天通常15至20分钟测一次无创血压，然后夜间是30至60分钟一次，所以是7点24往前后加20多分钟来算它现实时间。他这种重伤患者记录不会差很远，我半天测一次，他中间死了怎么办？反正能透过仪器上的血压记录时间来判定这是早上就行了。是。很神奇的一点是，第1集在右上角有个时间电量隔壁有个时间，对，但是25集的右上角时间被抹掉了，在电源隔壁没有。明明是同型号同样标识的，为什么右上角没有时间了？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节目组在刻意藏这个时间？想藏又想透露一点，就保留了那个记录时间。讲真，我为了验证默是在早上睡醒的，琢磨了整整3天，最后才发现了那个7点24。我自认为自己已经是看剧看得足够细的观众了，都很难第一时间发现这个记录时间，侧面说明节目组藏得还蛮深的。可以。行，节目标题展示完后，给到了默等红绿灯的镜头。既然他是在早上醒的，那么他旁边的路人上班族就不是刚下班，而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对，且日本上班族的上班时间普遍是9点到18点，也就是说，能让这一幕成立的时间节点肯定是9点以前。顺带一提，默到家的时间是18点左右。那么如果他是在下午醒的，又怎么可能会在红绿灯处撞见还没下班的上班族呢？下一个镜头，默再次路过了自己被撞的地点。而这里的时间节点，我认为应该是中午。车棚的那个影子是在正下方，注意到了吧？就影子很小，所以太阳正对着我们嘛。对。紧接着下一个镜头，你们看到了什么？夕阳。对。然后默才通过那对母子的谈话，注意到了天上的月亮，并且在18点左右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这里还是想补充说明一个情况，这样各位才更能体会得到这个事情究竟有多离谱。第1集，默初次睡醒的时间是8点半，而他被车撞的时间是10点50。在这2个半钟内，他得洗漱、整理着装，然后出发去职业介绍所。面试前，他还陪小女孩玩了一段时间。最后，他为了救小女孩才被车撞了。至于我真正想表达的是，默在这段时间里还干了那么多事，那么他从自己家走去职业介绍所的路程就不可能超过2个半钟。而第25集，他在中午时分，我就算他13点吧，他在13点路过职业介绍所，并在18点回到家。最起码用了5个小时，还是用跑的，这正常吗？万金默8点左右从医院跑回家，用了9到10个小时，这又正常吗？但如果这是默的一场梦，一切又都解释得通了。主要是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确实能把一些画面作为那啥，就虽然这指的这个剧组会在官网骗你，但是它剧类的东西是很细的。对，真的很细。所以在我看来哈，天上的月亮究竟大不大、圆不圆、完不完整，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莫在看到月亮之前的剧情逻辑链已经崩坏了，确实，就一整串都有问题。对，不过我想了一下，这个月亮还是有存在必要的，只因没有这个真正的月亮来增强现实感，可能就会有更多观众注意到月亮出现以前的情节已经不能用这是现实里发生的事情给带过了。对对，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上库内在第1集和第25集用了一个完全相同的镜头作为过渡，这看似没有问题，但各位得搞清楚，第1集这一幕发生在了9月6号上午，而第25集的这一幕发生在了9月7号上午，中间隔了1天，路过的人却一模一样。这正常吗？你跟我说这是现实，现实在哪？我想问，既然现阶段我们看到的现实都不是现实，那么 Don't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又要怎么 come true 呢？你这么讲的话，美浪回家的时间点就很成问题了。你哥跑10个小时，你也跑了10个小时是吧？嘎黑了哈，美浪有配合了怪事客的调查，中间也打了那么多通电话给他哥，然后再跑了几小时回家了，好吧？对。但如果你非要说的话，我认为是莫需要美浪拿着铁的名片出现，让他回想起来要去打倒炸弹梦魇。没错，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哦，虽然基于上述推理，预知梦这个情报已经能被推翻了，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莫还是观众，在察觉不了前半部的展开并不是预知梦的情况下，第25集之后的剧情依旧能成立。他们在这个架构上完成了获得预知梦的自圆其说。对，本来第25集播出以前，我都以为预知梦这个情报3、2集就会被推翻，结果他们竟然还能长。当然是这点就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知，我觉得很厉害。你现在抱着这个想法去看是没关系，就不要太陷入一个想法。对，没错。哦，聊到这里，我也终于能解释自己为什么聊了10分多钟才要回去讲解第25集月亮出现以前的剧情了。只因我希望各位能始终带着怀疑的目光来看待我们的观点。要是有人看着看着愈发觉得我们在胡扯，在瞎说，甚至骂2句再退出视频，那其实也是我想要的效果。至于我选择了落实这件事的理由，指的是想致敬高桥老师。这里我想先问一下在座各位，你们不会有人没吐槽或者抱怨过蝌蚪的黑暗到底是什么？诺克斯为什么左右脑互搏？或者接受不了节目展开去骂高桥、骂监督、骂制片人、骂节目？你说有没有带节奏呢？那我是觉得没有的，但是等它展开真的太久了。对，不耐烦的情绪至少是有过的吧？有。但如果我跟你说，前半部始终让莫和观众捉摸不透的 Lady、诺克斯以及蝌蚪的秘密等皆是创作者们刻意为之的，你们又会怎么想呢？这点也是在最新的复音轨里聊到的内容哈。他故意没把后半句讲完，多补全一下。直到22话，观众们积攒的所有怨言压力，其实跟莫的心理是一模一样的。于是灾厄出现了。而这全都在高桥老师的掌控之下。对，就是强行把所有观众都扯到跟莫一条线上去。他想让观众也去体验莫的那种什么都不知道、很烦躁的情绪呢，我是 get 到了。虽然没有到100%，但高桥能借由故事的铺排，让观众也稍稍 get 到莫的心理状态，这点我是佩服的。尤其是他敢于这么去铺排，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我会因此对后面揭秘环节的要求非常高。是，如果观众就说啊，就这啊，那就完蛋了。对，要什么样的结局才对得起这一路下来的颠沛流离？近期出现的预知梦也是同理的。那些制片人在官网和复音轨给观众展示文字和语言艺术，有没有人看出了端倪？有，但绝大多数观众也被他们这波操作给误导了。那这部分因此被误导了的观众，后续能否心甘情愿地接受剧中给出的解释，也十分考验这支剧组的发挥。我希望你后面的发展对得起你前面的铺垫。对，相信吧。这里也容我再问各位一句，我这波对高桥老师的拙劣模仿能稍微拿个几个分吗？请务必留下你的评价。OK， 回到前面对莫入梦之后那段情节的探讨吧。接着聊炸弹梦魇的契机，我想再带大家回顾一下第3集复音轨中与之相关的内容。上库内曾明确提到，梦境中的炸弹梦魇与现实中的炸弹梦魇在性格方面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为此他有专门让炸弹梦魇的频道演员和声优做出了相对应的调整。个中的差别在于梦魇夺舍了梦主的肉身。我带入剧中设定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即原本存活于梦境世界的 NPC 夺走了梦主的身份，成为了新的梦主。而我突然聊起这点，主要是想借机谈谈3期的部分。在往期视频中，我将其归类成了莫或者 The Lady 梦境之中的梦魇。换言之，它尚未真正意义上开智。而随着3期饰演者身份公开，我想之前的这个猜测也被一并推翻了。一方面，莫在现阶段这个噩梦的终点将获得秩序形态，即真正意义上说服灾厄血腥梦魇；
那么按理来说，存活于这个梦境之中的梦魇应该是哪个？白垩梦魇。对啊。另一方面，所谓的梦魇骑士既然已具备人形，或许也就意味着其梦主并非墨，而是另有其人。但我确实不敢想，这个另有其人竟然会由天野浩成来饰演。我们之前也不是没猜过，对，有聊到过局校长，但视频里我是没剪出来的，具体原因你们应该还记得。太老了，不会找那么老的人来演。现在是47还是48了啊？全剧年纪第2大，在他上面呢只有63岁的川平慈英了。因此，在得知是由局校长来演3期的时候，我更多是费解。你这部剧都已经不缺年上主了，还找个年纪这么大的来演？对。但后面我又换了个角度思考，年上主多是不是也意味着节目的质量能够得到保障呢？对啊。而且他们找的这个演员，观众还特别熟悉，特别有梗。对啊，这个意思啊。找他来演，可能也有剧情上的考量了。我觉得不是 number one， 他应该不是 number one。单从他的年龄推敲，他可以是 number one， 具体是不是我们下回再分解。但这个角色目前泄露出的一些情报，我们还是能再追根溯源聊点东西的。3期变身者的名字或者说代号为齐格，而他所使用的梦胶囊的原型是龙，那真的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屠龙英雄齐格飞。菊格飞，FGO 玩家可能更熟悉对不起。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吧。齐格飞以屠龙英雄形象著称，他击杀邪龙后沐浴龙血，获得刀枪不入之躯。可与此同时，他也继承了邪龙的诅咒。各位了解到这种程度应该就够了，实在感兴趣请另行查阅。现阶段3期的变身者被设定为服刑1000年的男人。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会先预设他犯了什么大罪，要服刑1000年？对。但我这里给各位换个思路，在高桥过往的作品中，跟1000有关的角色，你们能联想到谁？森帕森头。对啊，Senpa Sendo 这种夸张的表达，在我看来，服刑1000年也是。理想状态下，人类的自然寿命可能接近100年，甚至更长，那么服刑1000年也就失去意义了。但如果我换种说法，服刑1000年是无期徒刑或者说终身监禁的夸张表达，那是站在人的角度吧，他不是人，离人很远啦。是不是人呢？下回分解。但我先站在人的角度去捋这个逻辑。无期徒刑在日语中写作虚心 K， 而终身和就寝在日语中是同音的。终身刑、就寝刑。那我问你，什么叫做就寝刑呢？你的惩罚是永眠啊。那在这档节目中，一般什么样的人会陷入永眠？被梦魇实现了终极噩梦的人。对。而若站在梦魇的角度，不管是服刑1000年也好，无期徒刑或者终身监禁也罢，只要他所吞噬的梦主寿终正寝，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猜测，梦魇也会跟着一起消亡，即刑满释放？可以。且该说不说，下集还出现了关押梦魇的监狱这个场景，我目前是这么理解的。那座监狱应是梦胶囊，或者说在这瓮里那台老虎机的具象化表达。你要说这个那大彻大悟了呀。具体是不是就下回分解吧。再说吧。行，稍微跑了下题，我们要回去墨入梦之后的情节。墨在使用灾厄的力量打倒炸弹梦魇后，又用恢复梦胶囊将梦中的场景给恢复了。你们对此有什么想法？要让 Nox 知道。对，假设他跟零合谋的情况下，他知道这个点，你有这个东西不对劲。是在他的认知里 ，Zero 不应该在墨刚成为 Z 后不久就把恢复梦胶囊交出去，并且墨作为一个新人，还变成了让洛克斯也意料之外的形态，直接给打通关了。不正常。对，不过我会这么表述，也得先预设一个前提，即在莫兹塔梦境中的洛克斯并不是 NPC， 而是具备自主意识的。当然，空口无凭，我这里也有必要带大家回顾下第23集的剧情。莫打倒洛克斯以后便睡着了，且被打倒的洛克斯对，他有出现在那个梦里面。对，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随着莫破坏了自己的梦境世界，并且在下一轮噩梦中死亡，洛克斯也跟着莫一同进入了新一轮的噩梦了呢？对，这部分等等再拓展。先回到问题本身，对于莫在使用灾厄的力量打倒炸弹梦魇后，又用恢复梦胶囊将梦中的场景给恢复了的这段情节，我个人的理解是，它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再将周遭给恢复原状。能等同于他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没有发生过吗？这个有意思。对，很符合他现在想要挽回什么的精神状态。对，他后来坐在椅子上，自己脑内播放很多片段，然后一直说不行不行不行。他精神状态其实没比上一集好多少。对，他好像可以重新开始，我可以挽回些什么，但是他这个我以挽回什么为前提去前进的这种形式风格，其实很危险。对。那既然你扯到这一段了，我就把能够证明这不是莫的预知梦的另一铁证也先给搬出来吧。在第11集开头，铁野为调查小樱的情报，一大早便去了沃美太郎家狂按门铃，结果现实中的门铃声在沃美太郎的噩梦里转化为了教堂的钟声。无独有偶，第23集后半，美浪在莫的房间使用吸尘器，同样使得莫的梦境世界受到波及。而在第25集的结尾，美浪试图叫醒莫，
结果莫所处的梦境世界也出现了坍塌。那你说这到底是谁的噩梦？就他了，有吗？对对啊，还是那个问题，你压根就没有醒。Don't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要怎么 come true？ 对啊，剧里其实给了非常多的细节去暗示这是莫的噩梦，但这些暗示拍得很模棱两可，所以我才说这个故事框架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哪怕观众只把现阶段的展开当成是莫的预知梦来理解，从表面上也看不出什么端倪，尽管只是表面上而已。对，行，现在快进到下一段情节，画面给到了躺在床上的林梦，以及没有给到正脸的The Lady。正常来说，这应是二周末现实里的两母女，但实则这段可能玩了叙述轨迹。基于前面的推理，他们也完全可以是一周目现实里的两母女。对对对，具体为什么就不解释了。下一段情节是 Zero 和 No.3 的对手戏，但从对话来判断，他们既像是这场梦境中的 NPC， 又像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一方面是因为 Zero 能说出这子完成了， No.3 能回一句 Seven 终于能独当一面了，就意味着他俩都是二周目的一员，在顺着这个梦境的世界观行动。可他们却在最后谈起明显超出了梦主认知的情报。对对对，且非要说起来，莫也尚未知晓 Zero 的正体长什么样子，那他俩是不是看着又像是具备了自主意识？对啊，这里我暂且按下不表，先带大家跳到比这更诡异的第26集的剧情。莫在向大家讲述预知梦时，竟然把别人的回忆片段也呈现在了公屏之上。他不可能看到副世界口述的一些回忆片段，但是他把画面内容给投屏出来了。对，我们直接回忆一下去年加布的总集篇是深真给小朋友口述他之前发生的事，然后那些回忆片段是放给我们观众看的。对的。但是这一次最有趣的地方是他直接把画面投屏给了剧中人，这件事就非常超维度了。问就是噩梦之子。不是说一句噩梦之子给带过就不行，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对，那如果我说剧中早已抛出了一个能解释这种状况的设定，你认为会是什么呢？联机梦境。只要一同进入了这个噩梦的诺克斯知晓那个计划是什么，西格是谁，那么作为 NPC 的 Zero 和 No.3 便可以释出这些情报，别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对，包括铁野的回忆，实则也是诺克斯的回忆啊，这是解释得通的。大家的信息元素组合起来，变成了一个集体的梦境。对，连 Nox 的话，你得连带把迷梦也连进去。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5跟6已在这个联机梦里吗？不在。因为在我看来哈，第23集后半受到莫破坏梦境世界影响的，只有存在于那场噩梦中的莫、林梦还有洛克斯。所以我们在二周末看到的 No.5 和 No.6 也是 NPC 才对。OK。当然，我为了证明这点，是又找到了2个很微妙的旁证的。一 No.6 明明在执行任务前都先问了 No.3 一句，如果目标抵抗的话要怎么办？结果他在未与莫进行任何交涉的情况下，直接朝了莫的要害开枪。而这段给我的即视感是什么？莫想在众人面前耍帅，NPC No.6 才会直接朝他开了枪。对，说的再直球点就是莫已提前使用了投影的能力，因此他在潜意识里安排了 No.6 直接开枪射自己的要害。但具体是不是呢？各位自行理解。说到这点，再往下扯皮 ，NPC No.3 是给 NPC 后辈们发了一条腰带，这确实能通过 Code 目前只造了这么一条腰带去解释。但各位想想，第22集为了顾及后辈们的心理状态 ，No.5 是独自承担了击杀诺克斯的任务的。那么按照常理，这一次 No.5 是不是也该照顾后辈的心理状态才对？可他却任由 No.6 拿走了腰带。各位要知道，诺克斯的出现完全是Code意料之外的呀。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莫的潜意识中，必须要借由陈华的关系者，让陈华的人意识到自己不是在说梦话，于是他安排了 No.6 拟装和自己对战，而他也深知现阶段的诺克斯无法变身和拟装，这才安排了一条腰带，进而让 No.5 和诺克斯公平对决。2陈华拨打红爸的电话这一段之后，接的是红爸拍摄莫的撞车现场残留物的镜头，而上哭内竟然在这2个镜头的衔接上用了个淡入淡出的效果。在我的理解里，莫在潜意识中认为，只要自己向铁野谈起小樱，铁野就必然会上钩。可宫本红爸已不再是梦境特工，如果自己想要拉拢陈华成为自己的队友，那么红爸就必须再次成为 Code No.6。各位确实可以将此理解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即 Code 在失去 No.7 后人手缺失，这才决定将 No.6 紧急召回组织。但既然我们已验明这是莫的一场梦，那么上述事件背后的运转逻辑就远非表面上看着这么简单了呀。对。以此，我想再谈谈节目组在第25集里所用的2段音效的讲究。这里先给大家放一遍。ありますよ。思い出。これからたくさん。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好奇怪的声音，我形容不出来。我先给你们讲解一下这段情节的演出逻辑是怎样的。
在怪事客两人即将分道扬镳之际，剧里播放了这段音效，随后万金墨出现了。就你不可能把一个没有必要的音效录进去。是，但剧里却这么干了。换言之，这段风扇的音效与墨出现在怪事客两人面前有直接关联。对，而风扇的音效能让我联想到什么？你们知道吗？灾厄梦胶囊。这个道具上面就有个可以转的风扇。对，主要是灾厄胶囊是可以成为飞行器的。对。你在梦里骑着灾厄到处飞无所谓啊，他突然在现实里用灾厄飞过来这件事就很搞了，好吗？其实不用把问题搞那么复杂，我想表达的重点是万金墨是突然出现在这个场景里的。没错，所以肯定是万金墨突然出现的音效。同理，你们再仔细听下这一段的音效。能 get 到我想说什么吧？就是这里需要铁野出现，所以它出现了。对，不然那个音效也没必要加了。而这一段我还想拓展的地方是与橙花相关的情节。对于他从窗户爬进来这个展开，各位其实是怎么理解的？跟他的手机铃声是重金属一样，不是富士剑在前面暴走特辑的话，他其实底子里性格也差不多。我还能换一种视角去解读，橙花可以为了红爸做一些越界的事情，而越界的事情之一就包括当拍万金家的正门没人响应的时候，他会爬窗。是啊，当然，若是以墨的潜意识做出去理解的话，继续说铁野被炒鱿鱼了，私闯民宅是不是不太好？但橙花还是警察，那他就能私闯民宅？也不能。趁着机会，我想再分享一下自己对墨与怪事客的对手戏的观感。在看第25集以前，我早已确信了这是墨的一场梦。某种意义上，墨向铁野与橙花道歉，实则是一场自我的深度审视。毕竟眼前这两人不过是他潜意识的投射，但也正因如此，那份情感张力才格外动人。这也不由得让我和墨那段只想成为帮助台湾的帅气特工的废宅，而后一步步被逼上梁山，最后连自己的人生都给抛弃，甚至为此而亡的经历狠狠的共情了。我还是要的说一句，给到了各种情感的我是真没绷住。接下来的内容我就不再细细分析，仅抛出一个影子，简单给带过去就收尾吧。在此建议各位带着以下问题去收看接下来的剧集，实在有表达欲，不妨也先分享下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1. 二周末的诺克斯是否已意识到如今的自己正身处万金墨的噩梦之中，或者说身处联机梦中？现阶段我个人是无法判断的，不知道各位怎么想。2. 最新复印鬼来到美浪时，有稍稍暗示了一下这个角色的属性，即创作者们偶尔会借美浪之口告知观众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说他在第26集就向墨发出了一个晚上就能做那么长的梦吗这个疑问，言外之意不言而喻。而后续也请各位多加注意美浪的台词。3. 第24集，墨与众人争执的过程中是摔碎了一个杯子的。基于本期推理，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了梦里，也就是说，现实中的这个杯子或许还没有碎，而这很有可能会成为墨后续是否回到了现实的一个旁证。具体是不是，就请各位多加留意了。4. 第25集所拍摄的 Zero 与 No.3 的对手戏，与第24集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换言之，在诺克斯的认知里，这两人的关系远比旁人看来的微妙。在结合 OP2 印象里，他俩同框的镜头就更为引人深思了。具体的解读本该放在这期一起聊的，可再扯下去，估计第27集播完，我的视频都没法发出来，就等 OP2 解析或者下次剧集解析时再给各位分享吧。5. 还记得我本期开头说过什么吧？以下推论都建立在第1集万金墨撞车前的情节已在狭义上的现实中发生，以及所谓的一周目并不是墨的预知梦这个大前提之下。可若大前提之一都不成立，就是说连第1集墨撞车前的情节都是墨的一场梦，那么整个故事便会走向完全不同的路线了。简单来说，如果我们都未曾在这档节目中见到过狭义上的现实，那这期的全部推论就都不成立了。剧中的现实不是狭义上的现实，旁证有没有？有，枪梦魇在梦里抓起墨，现实里的墨就漂浮起来了，这可以用暗箱事件去解释，对不对？特工们能在现实中使用梦胶囊的力量 ，OK， 把这当成设定来看也没有问题。墨在9月6号撞的车，9月7号已然痊愈，甚至连伤疤都没了。行，他拥有超人体质，他是噩梦之子，他是主角，我也可以给你忽悠过去。但是有一段情节是我怎样都无法解释的，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前面有聊过，墨在一周目9月6号的上午和2周目9月7号的上午看到了完全一样的场景，这可以用墨梦中的记忆碎片重现去解释，对不对？但是一周目9月8号的下午，上窟内死者也用了这个镜头作为过渡，只不过多加了个滤镜作为掩饰而已。刨除节目组偷懒的可能性，我不认为他们有必要用一个完全相同的镜头来让观众产生不必要的误会，除非这是意有所指。不过这部分可能涉及到了本节目最终章的展开，太远的东西现在也不好聊。当然，我不排除节目中途出现过路线变更的可能，各位仅需后续多留个心眼即可。现阶段咱们还是先把目光聚集在这是不是万金墨的预知梦吧。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Z近期发展的全部解读。
非常感谢能坚持看到最后的观众，但愿我们的头脑风暴让各位听了个乐之余，也可以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而各位若是能将自己的想法反馈给我们，那就再好不过了。祝好梦，晚安，再见，拜拜，晚安，祝好梦。